今天我想和你说中国基本的地理，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地理啊。中国人如果上过学，如果是你上过学，就是上学，你在学校上过课，那你就会知道这些地理知识。地理就是讲中国的地，对吧？中国这个国家的地，不是这个地是外面的地，那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地是怎么样的。这就是地理，中国的地理。我们说中国的地理分中国的地，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地分3个阶梯啊，3个阶梯啊，这个词阶梯。阶呢是台阶的意思，台阶就是我们走楼梯，看这是楼梯，我走楼梯，从这儿开始上楼梯啦，走，越来越高，那这是走楼梯。那楼梯的每一个你上的地方叫台阶，一个台阶，那这就是走楼梯，然后楼梯上是有台阶的，台阶，这个读阶，但是我在口语平常说话的时候，我会说台阶但是呢这个只是在如果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，可以有的音，如果这个字在这个词里的第一个字，它是第一个字，那它不可以有的音，不可以。所以阶梯，这是阶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中国的地理。中国地理分3个阶梯，看看什么是阶梯啊？那阶梯呢，就是最高的地方是第1阶梯，第2阶梯是不是那么高，第3阶梯就是最矮的地方，看，这是中国是吧？这是中国那这是第1阶梯，是这个地方，这一大块，这都是第1阶梯。因为这是中国最高的地方在这儿呢有很多的山，你一定听过这个山叫喜马拉雅山，能听出来吗？你能听出来是什么山吗？这就是中国最高的山叫喜马拉雅山，是在中国的这个边上，因为旁边不是中国，旁边是别的国家，是不是尼泊尔啊？可能是尼泊尔
但是呢，那这就是在边上，中国的边上，在中国的边上，那里面是中国，所以这个山是中国最高的山，那这是第一阶梯，从第一阶梯这儿开始有两个水不是喝的水是在地上的水，外面的地。我们中国有两个水，那这个水一个叫河，一个叫江。第一个河叫黄河，第二个是长江。黄河和长江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大河，它们都是河，但是为什么长江叫江呢？为什么叫江不叫河呢？因为这个江和河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江和河的区别是，江的水它比较它不会变，冬天的时候这么多水，夏天的时候也这么多水，那这是江里的水不会变多，也不会变少。但是呢，河就不一样了，黄河它因为不同的季节就是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，这是不同的季节。在不同的季节的时候，水会变我们说这是水量会变，水量就是水的多少，那水可能会变得很多，水可能会变得很少，很多，那这就是水量是吧？水的量，所以河是水量会变的，那它叫河。但是江它的水量不会变，所以叫江。好，看，这是中国的第一阶梯，从这个很高的地方有两条河，一条叫黄河，一条叫长江。这两条河都从第一阶梯开始，它们都从第一阶梯的山上开始。那黄河非常重要啦，黄河还有一个名字，中国人把黄河叫中国的母亲河。母亲你知道吗？母亲就是妈妈河，黄河是妈妈河，这就是母亲河，是吧？你明白它为什么重要吗？就是它像妈妈一样重要，因为这个河让中国的很多的这些地方可以种东西，可以长东西，因为有水，所以可以种，可以长，那就是有吃的东西了，是不是？可以有吃的东西，可以长出来吃的东西。所以黄河被称为就是被叫做，大家说
它叫母亲河，黄河叫母亲河啊，所以黄河被称为母亲河，中国的母亲，中国的妈妈。好，那长江呢？长江也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，因为长江是长江的两岸。看，这是长江，它是中国最长的河，它最长，它比黄河长，黄河短，长江长，所以叫长江，因为它很长很长，它是中国最长的河，叫长江。在长江的两岸，看这是长江，两岸呢就是这一面和这一面啊，这一面和这一面，这是长江的两岸。长江的两岸是中国最有钱的地方，最有钱的地方啊，最有钱，尤其是在南边，中国南边有长江的地方，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地方。那这个地方有钱，就是这个地方的生活也会很好，是吧？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会很好，因为有钱嘛，因为有钱。好，那这是第一阶梯，就是最高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有第二阶梯，第二阶梯呢就不是和第一阶梯那么高，这是第一阶梯这么高，第二阶梯是这么高，矮一点儿，是吧？矮一点儿。那第二阶梯呢，我们说这是高原，就是还是很高的地方，但是有很多平啊。第一阶梯有很多山，第二阶梯平，但是高，平一点儿，但是也是很高的，很高的，所以叫高原。它没有山那么高啊，它也平一点，所以叫高原。在中国的第二阶梯呢，还是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，这个区域都比较穷啊，也比较落后啊，这是这个很重要的词，叫落后。落后就是因为没有钱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是很好，房子不好啊，然后路不好啊，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个地方在中国的中间儿是吧？这是中间儿。那很多东西不能被运过来，因为很高，非常的高，所以东西很难被运过来啊。所以这个地方中间的这个第二阶梯也是有点穷，有点落后。那第一阶梯呢？第一阶梯是最穷的第一阶梯是没有什么人住，没有人住，住的人很少，有很多地啊，很多地，都是山，没有很多人住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三阶梯。看，这是中国的第三阶梯，这第三阶梯就是中国最平的地方，很平，
所以它不是那么高，不是那么高，然后它比较平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地理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，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坐车呀，从这儿到这儿很容易啊。所以在中国的第三阶梯，这个第三阶梯南边的地方是最发达的地方。中国最发达就是不落后。刚才我们说第二阶梯很落后，第三阶梯很发达，那第三阶梯很有钱，生活很好。第二阶梯有点穷，生活不是那么好。这就是很大的区别。中国的第一阶梯住的人是最多的，非常多，住的人最多。大部分的人都住在第三阶梯，第三阶梯住的人最多，也是最平的地方，没有很多山，这也是最好的地方。最好的地方，最发达。这就是中国的基本的地理。因为中国的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啊。第一阶梯都是高高的山，天气不好，住的人很少。那第二阶梯呢是高原，很高，但是平一点，那住的人多一点点，但不是很多。这个地方第二阶梯也比较落后。那最后的第三阶梯就是最好的，因为很多人都住在第三阶梯，在这儿呢比较平，所以东西很方便的可以运过来运过去啊，东西可以运过来运过去。那就是比如南方的东西可以很方便的运到北方，北方的东西可以很方便的运到南方，那就是很方便，是吧？人也可以很方便的坐车从南方到北方，北方到南方。那这就是最发达的地区。地区就是很多地方在一起，那这就是地区。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就在第三阶梯，这是中国的地理，很多的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的，就是大部分人都知道中国的有3个阶梯。现在你也知道啦。